女人在零下30度的雪地里拼命奔跑，好像遇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。她没跑多久就倒在了雪地里。当她被人发现时，已经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。位于美国怀俄明州印第安自留区的风河谷，是一个人迹罕至、常年被冰雪掩埋的地方。鹰眼是这里有名的猎人。这天，他在追击猎物的时候，无意中发现了这个女人的尸体。他蹲在雪地里，久久不能平复自己的心情，因为这个女孩他刚好认识，是好友汉森的女儿小美。缓过神后，他赶紧呼叫了当地部落的警察。可毕竟是命案，当地的警察不敢擅自破坏现场，要等专业的 FBI 过来调查。由于这里所处的位置偏僻，等了很久 ，FBI 的探员才姗姗来迟，而且还是个经验不足的女探员。她也是临时被调过来的，所以连防寒的衣服都没有准备，就这样走进冰天雪地，肯定会被冻死。鹰眼只好叫岳母给他准备了保暖服。换上装备后，他们骑着摩托去了案发现场。通过观察，尸体的下面有明显的血迹，旺达初步判断这是一起奸杀案。但这里离最近的住宅都有10公里，小美是怎么光着脚出现在这里的呢？这个问题让旺达一时间摸不着头脑。然而鹰眼却有不同的看法。他认为小美并不是被谋杀的，因为这里极度寒冷，晚上的温度甚至能到达零下30度。小美是在奔跑的过程中吸入了大量的冷气，引起肺部出血，被活活呛死的。可究竟是什么原因能让一个女孩子光着脚在这样的情况下跑了8公里？鹰眼猜想，如果一个人的生命受到了威胁，他的求生欲无法用常识来衡量。这个女孩很坚强。听了他的分析，旺达觉得很有道理，希望鹰眼能帮助他一起破案。鹰眼当然愿意。原来他之前还有个女儿，在几年前被人谋杀，死法几乎和小美一模一样。他看到小美就像看到了自己的女儿，所以当时他很沮丧。而当年的凶手还在逍遥法外，所以这次他一定要抓住凶手。经过法医对尸体的解剖发现，小美生前确实被性侵了，而且不止一次。死因也跟鹰眼所说的一样，可由于是冻死的，所以并不能列为谋杀。如果不是刑事案件 ，FBI 根本不会管，他们也不会增派人员过来。现在就只能靠他们几个。虽然旺达很缺乏经验，但做事的态度却很认真。他们来到小美的家里，可奇怪的是，面对女儿的惨死，作为父亲的汉森并不是很伤心，也不知道女儿的一切行踪，甚至连她男朋友的名字都不知道。他说女儿是成年人，有自己的生活。面对一问三不知的汉森，旺达表示很无语，只能询问小美的母亲，而卧室的母亲却哭得撕心裂肺，旺达也不好打扰。此时鹰眼敲响了房门，面对好友的到来，一直强装镇定的汉森终于绷不住了。原来他只是不想在外人面前显示出自己脆弱的一面，特别是这个米国政府的 FBI。 原因很简单，就是米国白人对印第安人的种族歧视。除了女儿之外，汉森还有个儿子名叫山姆，他经常和朋友在外面鬼混，说不定在他那里能找到一些有用的线索。随后他们来到山姆居住的地方，开门的是他的同伴。看他精神恍惚的样子，显然是嗑了不少药，还没等两人反应过来，就被喷了一脸辣椒水。